你知道在麦当劳来台之前，台湾已经有很多的本土的速食连锁企业了吗？有些速食品牌甚至红到去国外开店，还被当地媒体报道为旅游必吃美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台湾速食业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在台湾提到速食品牌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大多都是麦当劳、肯德基这些国外的知名企业。不过在台湾呢，其实有很多本土自己做起来的速食品牌，像是顶呱呱金龙香香鸡，还有所谓的南霸天、丹丹汉堡等等。有些店家甚至在麦当劳来台之前10年就开始做了，后来还红到了国外去。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聊聊台湾的速食业的历史，他们又是怎么样起家的，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又是怎么样能够逆销到全世界，虏获外国人的胃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工商服务时间。家里电器一堆线，看起来烦躁又有电线走火的疑虑吗？别担心哦，马上选购 Koizumi 无线负离子风扇，让你摆脱电线束缚，还能够走到哪吹到哪。无线自由设计，避免电线绊倒长辈、被毛小孩啃咬，或是被扫地机器人卷进去，为你把关居家安全。另外，电风扇采用日本电产 Nidec 马达，主打安全稳定、节能省电，为你轻松的省下一笔电费。还有懒人必备App 远端操控，出门呢也能够用手机控制风扇，想开就开，不怕毛小孩热到哦。更方便的是，可以自由的拆卸组装，弹性高度可以调整，带出门露营野餐也 OK。现在上嘖嘖预购，享超早鸟优惠53折，赶快把握的机会，提升你的居家生活品质吧。现在大家提到速食脑海当中马上想到的应该都是汉堡、薯条这类的美式餐点。但如果从定义上面来看的话呢，所谓的速食跟美式餐点不一定有关系，单纯指的是可以快速的准备低成本、标准化量产的食物，让客户呢可以用很短的时间就吃到品质不错的餐点。那这种速食文化的兴起，其实跟一个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在技术上面要做到速食，需要有现代的烹饪设备、低成本的食材，还有呢有很成熟的制作 SOP， 才可以确保食物快速、便宜又品质稳定。而另外一方面，从消费者端来看，也是在工业化之后，大家的生活变得更加紧凑，所以吃外食的需求变高，吃饭时间也要求更快更方便，所以才诞生了对于速食的需求。那在台湾速食产业的兴起也一样跟1960年代的工业化转型有很大的关系。当时呢，台湾的经济从原本的农业社会转向工业化，越来越多的民众长时间在外工作，习惯上呢也逐渐从在家吃饭变成3餐外食。再加上都市开始成长，人口集中在一起的时候，每一次用餐时间，一般的餐饮店都会大排长龙，所以当时就出现了很多标榜出餐迅速的快餐店、小吃店或者早餐店，发展出讲究效率与速度的饮食模式。而在食物的调理生产技术上面呢，1960年代末在台湾也有一个重大的突破。当时彰化总源油厂的创办人陈书友从日本带回了植物油精炼技术，在台湾首次成功研发出了精炼大豆油，也就是俗称的沙拉油。它跟当时台湾人惯用的花生油、麻油最大的差异是，沙拉油可以平价量产，很快就成为了台湾人最熟悉的食用油，也促使了油炸食品渐渐的在台湾兴起。而其中一个我们到现在都超级熟悉的台式炸物盐酥鸡，差不多呢就是在这个时候诞生的。而这道油炸料理也成为了台湾最早的本土速食连锁店大爆发的契机。说台湾最早用速食连锁店方式经营的品牌不少人都会提到顶呱呱。顶呱呱的创办人史贵丁呢，本来是一个公务员，后来改行自己饲养肉鸡。但是在1970年代的时候，市场上面的肉鸡供过于求，不只是价格暴跌还有很多的货都卖不出去。鸡肉滞销怎么办呢？史贵丁突然想起了自己在国外吃过的肯德基炸鸡，灵机一动，想说不然干脆自己来卖炸鸡好了。于是他派人前往美国学习最新的炸鸡技术，并且呢，在1974年在台北最热闹的西门町开了全台第一家顶呱呱门市。顶呱呱主打只使用72小时内宰杀的新鲜肉鸡，除了靠自产自销肉鸡降低成本，还利用西方技术研发出了皮薄多汁的台式炸鸡，甚至还推出了改良自粽子的呱呱包，外层呢用这个鸡皮包裹糯米内馅，再用牙签封口，成为了许多人超推的明星商品。顶呱呱也因此大受欢迎，成为了最早的本土连锁速食业者之一。而在顶呱呱快速崛起的时代越来越多人也开始看到了速食连锁产业的商机。
1984年，全球最大的速食店麦当劳来台，除了让台湾消费者兴起速食风潮之外呢，也带进了很多国外的速食制作跟管理技术，开启了台湾的速食新纪元。在麦当劳来台之后呢，本土企业也纷纷的跟进成立速食品牌，其中大家最熟悉的南部传奇丹丹汉堡就是在当时创立的。1984年，一对夫妻在高雄市前进区开了第一间丹丹汉堡 ，logo 呢是一只贪吃著称的鹈鹕。而丹丹汉堡主打的特色之一是中西合并，除了呢有素食常见的汉堡薯条，还有卖面线啊、米糕等等的本土常见小吃。而且跟国外的素食品牌比起来啊，丹丹也强调自己的价格亲民，有一半的套餐100元有找，还多年不涨价，甚至呢还曾经降过价。最后最有名的特点是，丹丹汉堡门市是南部限定，只在台南、高雄、屏东等南部的地区开立分店。甚至有传说，丹丹汉堡不开放加盟，只能够透过内部引荐才可以开展分店来维持品质。也因此呢，有素食南霸天称号。那至于为什么要限定在南部开店呢？丹丹本身并没有明确的公布原因哦。但是有些分析认为，他们可能是顾虑到北部的租金、食材等等成本，会让他们被迫大幅的调整价格，失去了原本高 CP 值的特色。另外，也有人认为，也可能的是品牌希望保持自己南部限定的品牌特色，一方面让消费者更有印象，另外一方面呢，也维持自己在熟悉市场的竞争优势。那无论如何，80年代台湾素食产业进入了一个大爆发的时期，素食产业跟技术变得更加的成熟，本土的台湾餐饮业者呢也开始学习转型，出现了不少主打台湾料理的素食品牌。1983年，台湾三商集团的外食事业部成立了三商素简餐厅，号称是第一家台湾料理素食餐厅。他们中间呢还一度改名叫做鸡鸡脚福，主打原汁牛肉面等等的台料素食，并且采用中央厨房和 SOP 管理，成功的站稳脚步，直到1986年才正式的定名为三商巧福。而除了这些本土大企业呢，很多小型摊贩也跟着引入素食的产业技术，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胡须章。胡须章的前身呢，其实可以回推到1960年代的路边摊。当时一名叫做张延全的摊贩在台北圆环摆摊，卖卤肉饭啊、卤猪脚等等的台湾传统小吃。那位摊位的生意非常的好，老板张延全呢忙到没有空整理胡须，当时的常客呢就昵称张延全为胡须章，渐渐的成为了店名的代称。1980年代麦当劳来台之后，二代张永昌意识到这是餐饮产业的新趋势，因此决定高薪聘请顾问，为胡须章重新的建立 SOP 标准化的流程、组织管理还有制度，进行现代化的转型。发展到现在啊，在台湾还有日本分店已经超过了70家。而另外一个知名的案例呢是继光香香鸡。1973年的时候呢，他们原本只是台中市继光街的一家卖盐酥鸡的路边摊。90年代二代接手之后呢，也立志要进行现代化的转型，甚至发明了这个专利油炸锅，号称呢能够让炸出的炸鸡更好吃。而除了技术上面的革新跟标准化之外呢，他们也在行销上面花费了很多的心力跟巧思。比如呢，在店面设计上面会特意的设计透明干净的橱窗，让大家能够对油炸的过程一目了然，增加对于品牌的信任。另外呢，还做了一首超魔性的主题曲《继光香香鸡之歌》，在逢甲夜市还有一些店面呢会不停的播放，加深群众的记忆点。继光香香鸡除了在台湾快速的展店，后来还进一步的扩展到了中港台啊、马来西亚、欧美等等的国际市场，成为了海外消费者最熟悉的台式炸鸡品牌之一。那无论如何，在大大小小的素食企业崛起，2000年代以后，台湾的素食产业也进入了白热化，开始面对新的挑战还有选择。2000年以后，素食产业的竞争者越来越多，同时也因为饮食健康的观念普及，民众对于传统以油炸为主的素食开始有了更多的疑虑，让素食产业的市场面对很多新的挑战。那当然各家连锁品牌呢也不会坐以待毙，纷纷开始寻找新的出路。方法之一呢是开拓海外市场，除了前面提到的继光香香鸡，2018年顶呱呱呢也在美国纽约开店，联手这个茶品牌功夫茶推出了炸鸡搭配手摇饮的道地台式组合，被当地的餐饮媒体呢列为来纽约必吃的25家店之一。另外还有一些店家呢则主打更小更精致的策略，像是结合半桌文化的周末炸鸡俱乐部，将台湾挂包变成汉堡的虎堡王。他们呢从这个视觉风格到产品研发创造出了相当新鲜的素食体验，为民众带来了更多元的刺激还有消费的选择。
我们做这一集的时候呢，搜集了很多的资料，除了意外知道了很多本土品牌的故事之外，也会对于这个成立的动机啊、特色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像是我自己的爱店三张巧福呢，中间其实还一度被叫做鸡鸡巧福，这种巧合就莫名的蛮有趣的。而另外呢，在做这种跟饮食文化相关的内容，其实常常的会发现这个产业的发展其实就是台湾近代史的缩影。像素食本身就是现代食品工业的典型，要先有工业化的发展，才会有需求跟技术。文化方面来说，当时各种联名啊跟限定口味，反映着时代当下最夯的流行事物。而至于科技方面呢，从每天精心料理的食物到更方便便宜的素食，也代表着我们生活形态的改变跟进步的轨迹，感觉仿佛也走了一轮的台湾近代史。那当然因为篇幅关系，我们这一次浓缩了不少的内容，只节选了几个比较代表性品牌，也欢迎观众在下方留言分享你最喜欢的台湾素食品牌哦。好的，那最后呢，我们也想来问大家，你最喜欢吃哪一家台湾素食品牌呢？为什么？顶报告，薄皮炸鸡最赞，呱呱包最香。B 激光香肠鸡炸鸡好吃，而且他们的主题曲真的是太魔性了。C 丹丹汉堡有米糕面线的这个素食店哪里找？南霸天 No.1。第一胡须照那个卤肉饭太销魂下班后呢晚上来一碗超疗愈，一起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台湾素食业。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麦当劳大战以及 Uber 并购熊猫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